主子，他是谁？一条臭蛇。小魂？怎么，小爷会说话很诧异吗？小魂已灰化人形，等离开这里，小爷再化形给你看。好。四月也率先说起了自己的遭遇。2年前，主子失踪后，张王殿下和相府国公府都在到处找主子，张王殿下更是派人在整个大陆查找主子的下落，但一直都一无所获，所以奴婢便离开了上京，顺着主子留下的气味找了出来。但地方太远，时间也越来越久，主子的气味也消失了。但奴婢知道主子容易不认路，所以便一直在外面四处找您。直到1年前，奴婢在路途上遇到了七星宗的人，奴婢从他们口中听到了一个很厉害的小女娃，无论从外貌还是实力上，听上去都跟主子很像，所以奴婢便上去问他们，但对方不怀好意，我们便起了冲突。白三三平眉，七星宗，听上去怎么有点耳熟？对方人多势众，奴婢不敌，差点被他们欺辱。是洛平师傅恰好赶到救了我，并把我带回了天玄门。原来如此。奴婢知道那些人很厉害，洛平师傅说那些人有可能是主子的仇家，而以后主子或许会遇到很多那样的仇家。说是奴婢修为还是如此低微，不但帮不了主子，恐怕还会拖主子后腿，到时候别说找主子了，怕是主子还没找到，途中人却已经先没了，所以让奴婢不如先在天玄门好好修炼。他说的倒也对，好久没有感受到主子的直言直语，忽然之间好亲切，又好扎心。小月现在已是习髓5重天。是的，主子教给奴婢的教族的修炼方式，奴婢也没有片刻疏漏，一直都在修行。你不是普通凡人，与普通修行者体质不一样，所以普通人的修行方式对你来说无法发挥出你本身的天赋和资质。奴婢明白。主子这2年又去哪儿了？在一个很远的地方闭关修炼，然后路上遇到了云惊风，说你在此，我便过来了。四月听得眼眶却又忍不住泛红了。那主子知道张王殿下和丞相国公府都在找您吗？找我？是啊，都在找您，夏朝也在找。主子您没瞧见吗？很多城池里应该都贴了告示的。没看见。那可能是主子没注意，或者走的地方是荒郊野岭吧。对了，主子还记得玉竹公主吗？记得。那位玉竹公主比我早1年来的天玄门，但在半年前她便失踪了，好生奇怪。而且那玉竹公主感觉越长越像男孩子。对她来说也许是好事。四月拢了下眉，不太能明白主子的意思。白三三嗅了嗅，闻到了一股香浓的酒味，目光看向前方的一座山峰。酒，足尖轻点，便朝着那座山峰飞了过去。主子，白三三太久没喝酒了，他循着味道飞到了旁边的一座山峰，一掌便劈开了一棵树。四月有点诧异，这棵树下竟还藏了一坛酒，之前好像听谁说过这棵树似乎是哪位前辈很宝贝来着。不过主子既然劈开了，便无所谓了。主子，这酒应当放了许久了，怕是陈年烈酒，你少喝一点。果真是好酒。罢了，主子想喝便喝吧。就在这时，三三忽然听到一声喝鸣，抬起头便见到一只白鹤飞过。感知到他的想法，小魂立刻从他身体里飞出来，一口便咬住了白鹤的脖颈，叼着他的尸体飞下来了。这只白鹤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烤了吧？是，主子。于是这座山峰很快便传来一阵肉香和酒香。没过多久，天玄门中忽然传来一阵女人的厉喝声。流氓，给我站住！老夫真不是故意看你洗澡的，老夫是真的路过呀。住嘴，我今日非要杀了你不可。我真的只是路过呀，听到有水声就忍不住好奇多看了一眼。我是水生动物，自然对水比较敏感。谁知道那里有个女人在洗澡，还是只母老虎。早知道有女人在洗澡，我才不会那么光明正大的偷看，而是早就偷偷摸摸把这个女人给看了个精光，也不至于现在啥都没看到还被追杀。哎呀，真是冤死我了！白大佬，救命啊！色贼，给我站住！什么事？这女人是喝醉了。你这女娃娃又是什么人？你们是一伙的？四月我知道，是洛平的徒弟，但那个女娃是谁？还有这个偷看我洗澡的色胚子，到底是什么人？是怎么混入天玄门的？该死！我先杀了你这个色胚贼子！紫兰举剑就要动手，眼睛却忽然看到白三三眼前的烤肉，又看了看地上那一地的毛。小花，你吃我的小花！紫兰前辈，我家主子饿了，便随便打了只鹤下来，如今吃也吃了，还请紫兰前辈不要打扰我家主子用膳。我杀了你们！小娘子，你要杀就杀他，我没吃啊！色贼，还敢
胡言！哎呀，小娘子，我真没有看到你洗澡啊！我发誓，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我跟你说，你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啊！我告诉你啊，我真不客气了，老夫是不会让你的。你们在做什么？我的酒，哪个贼子偷了我的酒？突然又传来了一声怒吼，让这座山峰的情形变得更复杂了起来。当那声音的主人见到抱着坛子的白三三的时候，我的酒啊，我真惨了100年的千里罪呀！你这偷酒贼，竟敢偷我的酒，哪里来的女娃？强者威压瞬间扩散开来。前辈，是你这丫头给我让开！别以为你天资过人，又是洛平弟子，本尊就不会教训你。四月并没有让开。好啊，你不让，那本尊就把你和这偷酒贼一同论处。那前辈便别怪晚辈无礼了。这里双方都打了起来。没了。丹田处的灵海突然此时暴涨，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他的体内横冲直撞，而他此时的模样也微微的发生了一点变化，整个人都像是变大了一号。主子该不会……他神色一变，立刻放下跟眼前的人的战斗，飞身先找了块石头躲了起来。燕传通过契约感应到了什么，也瞬间化作一道残影，掠向了另外一边。掌门师尊，不好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你这么咋咋呼呼的？回师叔，掌门师尊，那2位刚来门派的客人与紫霞峰紫兰师叔和青红峰王师叔打起来了。什么？打起来了？他刚说完这句话，整个大殿都遭受了一股强大的力量的冲击。是啊，师叔，打起来了。青红峰的大殿都被那女娃一刀给削没了。到底是为什么打起来的，知道吗？听说好像是那位公子偷看了紫兰师叔洗澡，而那个小姑娘也把紫兰师叔养的灵兽白鹤杀了烤了吃了，还把王师叔珍藏的千里醉偷出来给喝光了。听到弟子说的话，三人都在原地愣了半晌。洛平也忍不住嘴角抽搐啊，这才没多久吧，怎么就惹出这么多事儿来？师尊，白姑娘还小，即便是闯祸了，那2位师叔对一个孩子动手也未免。师尊师叔，你们快去看看吧，那小姑娘太强了，2位师叔不但不敌，另外几座山峰都受到波及，快要被她给毁了。大佬果然是大佬啊，竟然这么厉害！这2年前辈修为已经强大到这种程度了吗？哼，竟在我天玄门撒野！这是我无相强者的力量。吵死了！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臭女人修为突然暴涨了？而且好像还长大了一点点。主子只要喝酒喝多了，便会修为暴涨，而且会什么？撒酒疯。哎呀，再打下去啊，这天玄门会不会都没了呀？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神？好像跟主子很熟的样子，而且他身上竟然有种让我觉得很舒适的味道，难道也是兽？紫兰和王蒙2人瞬间飞了出去。我去！燕川看到这一幕，忍不住都爆了句粗，开始思考要不要躲回那女人的空间里。白三三落地，娇小的模样和手里拿着那把黑铁砍刀实在是有些违和，意念一动便将这把破天收了起来。苍蝇拍走了。住手！我天玄门岂容尔等放肆！今日我便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小儿！凶我找死！此时的三三根本没认出眼前的这个人是谁，只知道是突然冒出来一只在凶他的大苍蝇。那就拍死吧！凶我找死！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怎么看这白姑娘有点奇怪啊？莫非是喝多了？甭管她是不是喝多了，白姑娘的破坏力太强了，若是再打下去，这座山峰都没了。就在此时，其他几位峰的峰主也都已经赶到了。发生什么事了？掌门师兄怎么跟一个小女娃打起来了？他们是什么人？误会！几位师兄，这里的战斗就连我们所在的几个峰都波及到了，我住的地方房屋都震垮了一面墙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燕川机智的在这个时候躲进了白三三的空间里，进去之后发现化为人形的小魂正盘腿坐在地上，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外面发生的事。黑煤球，你主子在打架，你不出去帮忙吗？主子酒还没醒呢，我要是出去的话，很容易把我当成敌人揍我一顿的。就在整个天玄门因为这2人的战斗传来一阵地动山摇的时候，其中一处山峰忽然迸发出一阵阵浑厚磅礴的嗓音。何人竟敢在天玄门放肆？这个声音一出，蓝恒立刻收手，恭迎祖师出关。而所有天玄门弟子们却动都不敢动，更慌乱出声。白三三也转身缓缓看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那座山峰轰的一声炸开，一道流光从其中飞了出来，落在蓝恒和白三三的前方。谁教你的丹青剑法？你又是何人？小鸡。你是谁？而原本站在中间的那小团子忽然往下一倒，主子！
鹤发男人神色也为之一变，眨眼便化作一道残影飞向了白33。是你吗？主子，你醒了。主子渴了吗？当真是喝多了。他眉头轻皱，大脑断片，已经不记得发生什么了。以后主子少喝点，奴婢还是像以前一样给您酿点果酒和奶酒，这样便不会喝得这般糊涂了。好。以后主子莫要再喝多了，反正不能喝多。好，喝多误事。主子知道便好。散嘴，给老娘站住！哎呀，小娘子啊，我都说了我不是故意的，你怎么就不信呢？别以为老夫不打女人呢，真当老夫是软柿子不成？主子您昏迷之后，每日都是这般。紫霞峰紫兰前辈已经追杀燕公子好几天了。紫兰前辈说燕公子偷看了他洗澡，燕公子说没有。原来如此。四月其实还想说主子干的事儿，但想想既然主子不记得了，那便不说了，反正他们现在也没人来找主子的麻烦。主人，我们什么时候走啊？这里的人的灵魂都好美味，看得我都馋死了，只能看不能吃，也太惨了。你是小魂？怎么样，小月，小爷的人形好看吗？就在这时，一阵箫声忽然远远地响起。听到这箫声，小魂一口吞下水果，立刻化作了兽形，绿色的幽瞳紧紧盯着箫声传来的方向。四月忽然难受地闷哼了一声，白33轻抚了一下小手，将那箫声中所含的力量一下化解了开来。四月瞬间舒服了许多，而33身子一动便飞出了窗外。你是何人？丫头，这话应当由我问你才是，你到底是何人？你又为何会丹青剑法？方才的箫声是他刻意为之，他可以肯定眼前这孩子至少是归真期以上的修为，否则不可能这般轻而易举抵抗住他的箫声的。丹青剑法，以前总有个傻子缠着我学东西，原本不想教他。他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你看我像不像那个傻子？你不记得了吗？那你还记得你叫我小金吗？小金，就是你，尊上，是你对不对？白33已经隐约想起来了，是那个缠着他学剑法的傻子，但他还是抬起了手，轻轻触碰了一下他的额头。我想起来了。真的是你吗，尊上？原来你还没死。尊上也还活着。因为我很厉害，所以活着很正常。因为我很厉害，所以活着很正常。这么多年过去了，尊上说话怎么还跟以前一样打击人呀？尊上，您怎么变成这样了？还有，不是说您在万年前便已陨落了吗？我死了一次，又活了，变成这样了。金玄见过尊上，当年尊上对金玄的知遇之恩，金玄没齿难忘。无论尊上变成什么样，都是金玄敬仰之人。不必多礼，如今你已是天玄门的祖师爷。当年得知尊上陨落，我便来到了九州大陆，因缘际会之下，便在此开山立派，并以丹青剑法作为天玄门镇门武技。如今的天玄门掌门人蓝恒，便是我的弟，30多代弟子吧。不过，为了不让他们认为我是个老怪物，所以每隔几代弟子，我便会告诉他们，我就是他们的祖师。所以，即便他们唤我祖师，但根本不知道我已活了万岁，至今还以为我年轻着呢。白33表示他忽然不知道该不该说不要脸。而这些年，我一直都在九州大陆闭关，门派的事务都是门派中人在打理。直到上次感应到了噬魂兽出世，担心噬魂兽出世之后会祸害苍生，也担心被邪魔外道夺去，便命门中弟子出去寻找噬魂兽的下落。但既然噬魂兽已被尊上收服，那此事我便不必再担心了。活得虽久，修为却不见高。我现在的修为可是九州大陆顶级强者的存在了，好吧？是被位面法则限制了吗？金玄郁闷点头。原来如此。位面法则中，每个位面都有修为上限，若是高于这个上限，便会对这个位面造成不平衡或者破坏，法则便会强制清除，而清除的方法便是天劫。若能成功渡劫，便会被驱逐到其他位面；若是未能成功，便会死在这天道法则之中。日后倒也不必喊我尊上，我如今叫白33。金玄点点头，眼中还是掩饰不住的激动。祖师，弟子蓝恒求见。进来。蓝恒这才缓缓地走进来。弟子见过祖师。白33发现这个人对自己好像有点不满。我和你打过架吗？蓝恒一口气憋在胸口，让他难受极了。
金玄担心自己这个弟子会被尊上给气得当场吐血而亡，接下了白三三的话。那天你喝多了，跟我这位弟子打过。白三三想不起来了，好奇打量了他一眼，难怪这人看着自己的眼神都带着杀气呢。你来找我何事啊？弟子是前来询问关于白姑娘和燕公子他们，不知如何处理。燕川此人言行粗鄙，坏我天玄门的风气，更是对我门中女弟子做出不少越矩之事。门中多座山峰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紫霞峰和青红峰2位峰主也颇有些意见。看着身边疑惑望着自己的小萝莉，他心中一动，抬起手摸了摸三三的头顶。金玄按捺住自己内心的激动，他竟然撸了尊上的头。从今日开始，三三便是本座干女儿，该如何处理，你是一门之主，便自己看着办吧。听到师尊的话，蓝恒胸口忽然哽了一下，走失的干女儿，这女娃的辈分岂不是比自己还大啊？日后三三便是你长辈了，你便称她叫姑奶奶，好像也不对，便称小师叔吧。是，弟子知道了。小师叔，那燕川，小川吗？若是他做了不该做的事，那打一顿便好了。是，小师叔。掌门师兄，我那白鹤可是我养了几十年的，就这么被那小师叔给吃了，你怎么也得给我评评理。果然还是女人最是斤斤计较啊！吃都吃了，我有什么办法？那要不你去找祖师说说，正好祖师还没闭关。紫兰更委屈了，他哪敢去找祖师啊？不管怎么说，如今那也是我们的小师叔了。若是你心里不舒服，便去找小师叔去理论理论，让他陪你一个。不就是仗着自己辈分高吗？臭丫头！若是哪天落在我手里，哼！娘的，老夫明明什么都没干，这帮人怎么老喜欢追在老夫屁股后面跑呢？色贼，原来你在这里！就在紫兰朝他刺过去的时候，他手腕一动，瞬间就抓住了紫兰的手臂。燕川手猛地往后一拉，紫兰整个身体瞬间朝身后的悬崖扑下去了。燕川刚要走，才想起身后是悬崖，他脸色一变，瞬间化作流光也飞了下去。本来还以为自己要掉下万丈悬崖的紫兰，在燕川抓住他的时候，抬眸间见到那张神色俊逸的侧脸，便愣住了，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直到燕川重新飞上地面，一把将他扔到地上，这才缓缓地回过神。老子警告你啊，别以为老子不打女人，再这么对我死缠烂打，信不信我吃了你？哼，燕川说的吃啊是真吃，可紫兰听到这句话却莫名一下脸都红到耳根后面去了，又羞又气，咬紧了牙却什么都没说。燕川见他消停了，也不喊打喊杀骂他了，才甩了甩袖子，冷哼了一声，转身就飞身离开了。这种女人就得打一顿才听话，她都被黏着追杀好几天了，当真她没脾气不成？好歹自己也是堂堂北冥龙王，岂能容一个女人在她面前如此嚣张？真是没完没了。其实好香，他也没对我做什么。虽然那天他洗澡的时候发现有人在，可说不定他真的不是故意的呢。刚刚他要掉下悬崖的时候，燕川还不计前嫌把他救上来，也没对自己做什么呀，好像也不像是什么坏人。天玄门此地也算是修炼的风水宝地，你可以就在此地修行。切，说的倒是好听啊，谁知道有没有安好心？三三知道燕川在想什么，他担心小金是坏人，不过三三能看得出来小金没有对他撒谎，他能将自己和他的记忆全部供给他看，便说明他心中无愧，与自己陨落之事无关。过几日我便会离开，因为有人在等我。在等他？谁在等他？主子饿了吗？奴婢给您做了点吃的。金玄也想伸手拿一点。前辈，这是给主子做的零嘴儿，若前辈想吃的话，还请掌门派里其他人去做。原来是焦族，怪不得如此护主。焦族在九州建立了国家，不知现在如何了？5年前亡国了。什么？亡国了？我常年闭关，对这些事也不怎么清楚，更不关心俗世界的事情。焦族在我印象中是一个很强大的种族，我还记得从前您好像也有个认识的鲛人。小月便是他的后代。唉，时过境迁，这世道竟变化如此之大。这世上本就从没有任何一样事物会一成不变，就和凡人的生老病死一样，世上所有事都在遵循这样的变化。其实也有些东西是会一成不变的。三三疑惑地看向他，您或许不懂。什么？当您见到了，也许就会明白。如此我说了，您也不会懂。也是。以后这天玄门您想回来便回来，随时可自由来去，若有什么需要也只需说一声，天玄门便是您在九州大陆的后盾。
好。师兄是来看师叔祖的吗？与你无关。是与我无关，可我想知道师兄为什么要瞒着他，有人在找他。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是怕他知道有人找他，就不跟我们回天玄门了吧？而且师兄你明明早就认出他了，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骗他？你之前就知道了他的身份，也知道他亲人在找他，对吧？你就是想让他跟我们回天玄门，路上绕那么远，就是不想进城让他被人找到，对不对？你想多了，没有证据的事情最好不要胡言乱语。我才没有胡言乱语，孙林跟我都说了，你就是故意绕开城池的。他傻，我可不傻，你分明就是不想让他被找到。你为什么不想让他被找到？师兄，我问你话呢，还是说你被这臭丫头蛊惑了，就想把她留下？我说过，你不要胡言揣测，也不要胡思乱想，有这功夫不如好好的修炼。还有，如今白姑娘已是我们的师叔祖，说话也请注意言辞。师兄，什么师叔祖？不就是一个臭丫头吗？也不知道师兄这么在意做什么。你找我？是，晚辈前来是忽然想起一件事，先前忘了告诉前辈。何事？其实在2年前，还有一人随我们上山，他的资质和天分比4月还要高，他便是拥有着焚月灵根的那位玉竹公主。啊，小月与我说过。而且自从他随我们来到门派之后，我们才发现他竟然是男儿身。他在我们天玄门修行了1年多，进步神速，短短1年便已突破了洗髓5重天，原本是掌门十分看好的一个苗子。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此子心机颇深，而且十分聪明，手段也十分毒辣，睚眦必报。因为有一位师弟在他刚进山门的时候欺负了他，几个月后那个师弟便在后山被毒风蛰得几乎半个身子都废了。原本我们还以为是意外，直到后来有个小弟子说他看到了，我们才知道是他所为。而且同样类似的事发生了不止一次，我们便知道这个孩子虽有过人的资质和天分，但恐怕心术不正，若是长此以往下去，修为越来越高，恐怕会成为祸患，为天玄门招来麻烦。所以我与师兄几人便商议，废去他一身修为，将他逐出门去。但奇怪的是，此事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说，可等我们去找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失踪不见了，到今日他都没有再回来过。既是你们教他的修为，又为何要废去？可此人心术不正，为人师从来不只是传道授意，还有为人。前辈说得对。此时洛平的心中也有些后悔，莫不是那徒儿知道他们要对他做什么，所以才会离开天玄门。不过每个人都拥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想要成为什么人也是他自己的选择罢了。前辈所言极是，您今日便走？也是时候离开了。虽然知道您迟早要离开，可私心还是想要你在天玄门多留一些时日。日后有缘会再见的。秦玄也不知何时是有缘，这一次相见他已经等了足足万年。九州大陆是个好地方。玄晶微微一怔，旋即笑了起来。他明白了三三所说的意思，所以他暂时不会离开，会留在这里，日后他们还是会有缘再见的。而且你贸然出关，也应该再回去了。您怎么知道？原本他闭关的时间每一次都会很长，但这一次因为感应到什么，所以强行让自己提前出关了，导致心神受损。没想到他竟然知道。恭送尊上。白三三点了点头，便带着四月走了。嘴里叼着根草，吊儿郎当的燕川也转身跟在了白三三身后。在走出山门的时候，白三三才停下了脚步，忽然想起了什么。忘了一件事了。什么事？白三三抬起头，正好看到云惊风的身影站在山门口的地方，而云惊风就站在那儿。在看到白三三的时候，眼神才亮了一下，看着他。师叔祖是要离开了吗？正好你在这里，差点给忘了。这是我说过会还你一把更好的。这不是最近主子用那个奇怪的小炉子练的剑吗？原来是个云惊风的。这把剑还没名字，既你是它的主人，名字便由你取。多谢师叔祖。这把剑虽不是极品，但如今你用也是绰绰有余。云惊风虽然知道这把剑并非凡品，可直到拿到手中才知道有多不凡。要知道，就连天玄门最好的也是唯一的炼器师傅，最多也只能炼出6品的灵气，整个大陆能炼到5品以上灵气的炼器师更是屈指可数。他从前的剑也只是3品，
可如今他手中拿到的竟是7瓶。不过能发挥出多强的实力，就要看你自己了。明白。若师叔祖想回到天玄门，可随时回来。我们走吧。云清风脸色变得有些复杂，紧紧盯着三三的背影。在他的身影快要消失在自己眼前的时候，他上前了一步。师叔祖，走在前面的三三停下脚步。如果您要是会下朝的话，进入天启，穿过前面的城池会更快一些。好，这样你就会看到有人在找你了。主子，我们是直接回夏朝吗？夏朝？夏朝是什么地方？是主子家所在的地方。家？是你住的地方吗？差不多。这个女人住的地方肯定是那种到处都充满灵气，平常人难以找到的所在吧，肯定非常隐秘。哦，你住的地方啊，那我就不去了吧。来天玄门可是你求我一起来的。那就不去吧。也不是不可以去。四月抿嘴忍不住笑。燕川其实分明就想跟着主人走，但又拉不下面子吧。你是自由的。你以为老夫愿意跟你在一起吗？哼！四月看了看他们两人，没有插话。燕川见他不说话，化作一条小蛇，宛如一道流光，瞬间消失在了天际。臭蛇怎么了？走了。主子，云惊风说进天启过程只要快一些的话，那我们从这边穿过这一片山林，便可以进入天启境内了。于是主仆二人和遗兽便踏上了往天启国的方向。主人，前面有血腥味，是人血的味道。主人，我可以吃吗？可以吗？可以吗？人已经死了，我可以吃魂魄吗？主子，在那边。白三三平了下眉，那边有小川的气息。切，真没用，吓唬一下就晕过去了。看着眼前的猎户家，好香的味道。他身子一闪，就偷进了那家猎户厨房。出来的时候已经吃了个饱，手里还拿着2张烧饼。哇，果然还是人类烹饪的食物最美味啊！把那2张烧饼揣怀里。那个臭女人不是喜欢吃饼吗？也给她带2个去。反正他感应到那女人离自己也不远。遭贼了，遭贼了！哪个天杀的偷吃了老娘刚做好的菜？而此时，燕川已经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树林。主子，应该是住在附近的猎户或者村民。是臭蛇的味道，难道是臭蛇吃的？这个人身上的确有小川的气息，不过还有魔兽的气息。就在这时，三三感应到了燕川的接近。你们怎么在这里？臭蛇，这个人是不是你吃的？干嘛？是不是我吃的有什么关系吗？燕川准备把烧饼从怀里拿出来，但看向白三三的时候，正好看到三三也在看着他。主人是不允许随便吃人的，你不知道吗？吃人是要经过主人同意的。燕川拿烧饼的动作停住了。谁他妈说是我吃的了？你也觉得是我吃的？你吃了吗？是我吃的又怎么样？你还真以为你是我主人，能管得了我吗？老子想吃谁就吃谁。你以为有了血气，老子就是你的奴仆了，就什么都得听你的了？白三三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燕川重重地哼了一声，猩红的兽童看了白三三一眼，转身就飞走了。主人，臭蛇怎么那么生气啊？他好像很不开心。燕川飞了一段距离之后，将怀里的烧饼扔在了地上，狠狠地踩了几脚。老子这手就是贱的，怎么会给你带烧饼？我带你妹呀！带苞米去吃吧，傻子！老子要吃人，还用等出来再吃吗？亏还跟老子定了血气！看着地上的烧饼，弯腰又捡起来，想到那家伙软萌萌又睁着一双无辜大眼盯着他的小模样，老子可没骂你啊，老子就是发泄2句。说完又拍了烧饼上的灰，拍干净了又放进嘴里，狠狠地咬了几口，吃了起来。老子倒是要看看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吃的那个人非把你吃了不可。此时一辆华贵马车也在同一片林中行进。停下。殿下，怎么了？萧杰无只握紧了一下反应强烈的允心，在他的握紧和安抚之下，允心才没有那么大的反应，渐渐安静下来。没事，继续前进。是，殿下，穿过这一片树林便可抵达天启境内。此山林广阔，绵延几座山，恐怕还需要1日半路程。主子，燕公子也是化形的兽吗？是。那他是妖兽吗？也不是。曾经他是神兽，上古神兽之首苍龙。这不是只是从传说中能听到的吗？竟然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就在自己身边。但后来沦入妖魔道，便成为了妖龙。那燕公子还会回来吗？不知道。主人，四月也闻到了什么味道，看向了前方。魔兽，这股味道好熟悉，刚刚好像闻到过。他想起来了，是刚刚那半截尸体。
随着一阵地动山摇，一只庞大的巨大魔蜥忽然从前方的树上吊着爬了下来，从树上爬下来便直冲向了白三三他们。两只巨兽凶残的打斗瞬间让周围的树木变得一片狼藉。主子，我去帮忙。虽然那只魔兽很强，但小月也正好需要历练。四月飞身一剑刺向魔蜥，却只响起一阵金属颤音，根本无法刺穿坚硬的鳞甲，反而被震动的力量将它往后弹飞了出去，紧接着又被魔蜥的尾巴重重的扇飞。可恶的蝼蚁，本王要吃了你们！难怪这么凶，小魂上古凶兽的血统都无法直接压制。小魂虽然能够和他打，可也会是一场恶战，而且小魂被他偷袭受伤了。白三三脚步缓缓往前迈了过去，眼睛直视着前方，正往前走的时候，脚却忽然被地上一只树枝给绊了一下。只见一道身影迅速掠了过来。子期，乖乖，都这般大了，以后走路可要看着点路。白三三抿了下唇，刚刚纯属意外，而且即便子期不在，他也不会摔在地上。10阶魔兽，要知道整个九州大陆10阶以上的魔兽都已经是王级了，而且数量稀少，通常都会隐藏在深山老林瘴气浓郁的地方，怎么会出现在这儿？乖乖，等我。萧杰身子一动，人已经化作一道残影朝魔蜥飞了过去，随着那鬼魅般的身影直接朝魔蜥劈了过去。萧杰瞬间破开了他们的战场，将目标引向了自己，而魔蜥身上的鳞甲也被劈开，绿色浓稠的血液瞬间飙溅了出来。巨魔蜥发出一阵刺人耳膜的怪叫，冲着萧杰愤怒的嘶吼。白三三看着前方，眼底浮现出一丝微微诧异，子期比以前更强了。空中几道寒芒交错，宛如雷电破空，带着阵阵的狰鸣声。又是一阵凄厉怪叫，像是厉鬼一样撕破了这天空。萧杰落地，肩肩上不断的往下跌落着浓稠绿色的血，而那巨魔蜥竟然不见了，竟让这个畜生跑了。不过巨魔蜥已经受了重伤，暂时应该也不会再出来了。岁月捂着胸口爬了起来，刚起来，嘴微张，喉咙里便忽然进了一枚丹药，而在吞下这枚丹药之后，人也一下舒服多了。主子，四月立刻依言原地打坐疗伤，小魂冲着沙洞的地方低低吼了一声，警惕地看了一眼萧杰之后，回到三三的空间里疗伤去了。主人，那只大蜥蜴吃了刚刚我们看到的那半截尸体，不是臭蛇吃的。小魂的声音从三三的脑海中响起，说着说着，声音便越来越小，昏迷睡着了。白三三平了平眉，噬魂兽以生魂为食才能变得强大，终究是小魂生食吃少了，否则以噬魂凶兽的血统和能力是足以越阶战斗的。这只魔蜥倒是很好的食材，下次见到把内丹也给小魂吃了吧。三三，你怎么会在这里？好奇怪，子期明明很强，可却看不出他的修为，也感觉不到他是修炼者的气息，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他很强，而且越来越强了。他好像比那两个我所遇到的拥有焚月艳阳灵根的天才资质的人天赋还要厉害，难道跟我一样开挂了吗？奇怪，怎的没怎么长高啊？2年多，三三的个头怎的才长这么高？蔡姬不是说喝牛奶能长高养身体吗？莫非蔡姬诓他不成？以后会长大的。长不高也没有关系，三三小小的也好。在找到三三后，萧杰便抱起了三三，带着他重新找个地方歇息。四月也打坐疗伤的差不多。四月姑娘，若是不方便的话，在下可背您过去。不必，在下没别的意思，还请姑娘不要误会。虽然他是受了伤，但已经好多了，走还是能走的。白三小姐的侍女，跟白三小姐说话的调调怎么一模一样？子期，我失言了，对不起。没关系，要道歉的应该是他，是他没有保护好他，留着三三一个人在远处，才害得他被那只魔禽叼走。因为这件事，他自责了自己2年。殿下已经放出书信回上京了。萧杰点点头，一边烤着肉，一边看向身边熟睡的小丫头。熟睡的三三似乎梦到了什么，他放在身侧的松松的小拳头忽然握紧，眉心也轻轻拢了起来。原来是做噩梦了，乖乖，别怕。梦境中的三三胸口冰凉，湿热的东西不断从胸口涌出，越是涌出，胸腔越是冰冷。在那一刹那，忽然有种像是缺失了什么，又像是遗失了什么空洞。冰凉的手变得越来越温热，整个身体都仿佛被温暖了。在他睁开眼睛，映入眼中的便是那张过分俊美的脸。方才是做噩梦了？
噩梦，却好像回忆不起来了。忘了。主子，马上就好了。三三这2年过得可还好？可有吃苦？没有。想起建阳城那妇人说的话，可三三却不说，是怕我担心吗？是真的。看来战王殿下是真的疼主子的。我已经传信回上京了，告诉了你父亲和你外公他们，若是他们知道你没事，一定会很高兴的。他们都很担心你。他能感觉到三三心性凉薄，对一切都似乎不在意。三三似乎很孤独，并且永远都置身事外，可他却想从三三身上看到更多正常孩子的喜怒哀乐，更想让三三知道是有人在乎他的。那也便是巧了，我们正打算要穿过天启会下场，便在这里遇到了战王殿下。不知战王殿下要往哪里去？我们此行是奉夏朝陛下之命出使天启国，正好我在寻人，便从先前所在之地直接前往了天启，途经此处便遇到了你们，所以三三要随我一起去吗？随我一起去天启城，随后再与我一同去夏朝。好。休息了一晚上之后，萧杰便带着三三重新启程，前往天启城。萧杰原本打算告诉白三三关于陛下赐婚一事，和那日让他等他的时候去宫中所求之事，但看着眼前乖乖小小的丫头，他还是暂时瞒下了这件事。本身他让陛下赐婚，也只是想先养着护着这丫头，等她长大了，懂得男女之事了，再让她自己寻个人家，自己也还能为她好好挑选挑选。可一想到这丫头长大了便要嫁人，这乖巧软萌的小丫头就是别人家的了，他便突然升起一股怒气，对抢了这丫头的人的怒气。忽然之间，他甚至产生了不希望三三长大的念头。罢了，还是等三三日后长大再说吧。就在这时，正在马车上的雪貂毛软椅上熟睡的白三三猛然睁开眼睛，翻看书页的萧杰察觉到了，还没等他询问，三三已经从窗口飞了出去。主子，他喊了一声，只见又是一道身影，战王殿下也跟了上去。你在这守着。说完，四月也去了。密林深处传来一阵剧烈的打斗声，就连大地都在晃动。原来是你这个臭虫栽赃陷害老子！饶是巨魔系一身坚硬的鳞甲，可依然被燕川折磨得死去活来，发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嚎叫。白三三站在原地，看着前方惨烈战斗的场面。这时，萧杰也落到了他身边。是哪只巨魔蜥？这是龙？可是九州大陆怎么会有龙呢？难道所谓的恶龙便是眼前的这只？这是燕川。你来这里做什么？小川，干嘛？我没有认为是你吃的，我只是问一下。老夫是不会吃这种人的，老夫就是化作蛇的时候路过那里，被他看到了想抓老夫，然后老夫把他吓晕过去，老夫没吃他就走了。这种普通凡人，老夫是不会吃的，又没营养，肉质又不好。所以以后我不会再那般问你了。哦，那好。心里却莫名高兴了起来，雀跃的还想跳几下，但面上还是装作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面子不能丢。超蛇，你到底杀不杀他？不杀留给我，小爷我已经饥渴难耐了。切，真没用，跟这只爬虫打架都能受伤。小魂立刻化作一团黑雾朝那只魔蜥卷了过去，眨眼间便将它蚕食干净。而王级魔兽的内丹和兽魂比起普通的更加难以消化，所以小魂在吞噬之后便立刻消失回了三三体内，开始了入眠消化。我要去天启。去那儿干什么？你要去吗？不去。哦。三三得到回答，问完就转身朝萧杰缓步走了过去。四月也平了平眉，也跟在了他们身后。听到他们离开的脚步，燕川立刻回身。这什么关系就牵着了？这人谁呀？跟白大佬什么关系？该不会他又被人给骗了吧？这女人当神太久了，根本不知人心险恶，万一被卖了，估计还给人数钱呢。人类就是最狡猾的爬虫，尤其这个人好像很不简单的样子。听说天启城有很多漂亮小姐姐。据说是。燕川耳朵瞬间竖了起来。还有很多好吃的。萧杰轻轻嗯了一声，燕川眼睛抖亮，手中忽然出现一把扇子，唰的一声打开，几步就已经跟了上去，突然就出现在了白三三身边，一副十分装的用扇子扇风，一边老神在在的说：正好老夫也要去天启城。这位公子是？萧杰没有回答，而是抱起三三上了马车。燕川见状也想要挤上去。公子，马车内空间不够，只够坐得下我家爷和三小姐。放屁！老夫明明看到这空间大得很，让老夫上去。
不好意思，公子，你再如此无礼，便不要怪我不客气了。燕川面色微冷，暗中浑身顿时起了一阵凉意。小川，燕川冷哼了一声，转身就骑上了一匹马。他叫燕川，性子不好，别招惹他。经过这一段小小的插曲之后，一行人又继续向天启城行进。森森，你和他很熟吗？算是吧，认识很久了。认识很久了，应当是三三在这2年中认识的吧。今日天气真是好，大树小草少不了。不信你们抬头看，那颗果子真不小。哇，好事好事啊！所有人都男人摸女人，女人亲男人，恩恩又爱爱，小嘴儿还真嫩。好事好事。燕川刚说完这句话，后脑勺便传来一阵剧痛。再胡言乱语，休怪我不客气。燕川恼了，正要说话，伤风败俗，不说就不说嘛。燕川对主子还挺双标的，虽然平时跟主子经常斗嘴，可分明也只听主子的话。燕川什么都不怕，就怕主子吧，这也许就是主子的力量吧。半日之后，他们便进入了天启国境内，周围也变得热闹了起来。燕川喜欢到处去玩，跟着三三进城之后，便四处自己找地方逛了。这才是老夫应该来的地方嘛。哎呦，这位公子快请。虽然隔得很远，但三三还是听到了刚刚从燕川那边传过来姑娘揽客的声音。龙幸本营，是他教你的？那个家伙口无遮拦，不知道在三三面前说了多少胡话。白三三摇头，本是如此。龙蛇乃同宗，都有姓嬴一说。小川如此倒也是正常现象，不过他不会胡来。小姑娘是要这个吗？乖乖，你喜欢这面具？白三三看向他，然后将面具递到了他的面前。是给我的。你的面具很是丑陋，容易吓到小孩子。哈哈，就是，这位公子年纪轻轻的，这面具多吓人呢，若是吓到小孩就不好了。不如换一个吧。好。他缓缓摘下了脸上的面具。好俊的公子啊，这样的殿下还怪可爱的呢。若是殿下一开始戴的是这张面具，估计殿下的恶评也不会那么多吧。小姐也笑了起来，伸手又取了只小狐狸面具下来，替三三戴在了小脸上。老板，多少钱？10文钱。暗中上前，不必找了。旋即继续跟上了转身离开的他们。街市很热闹，到处都是花灯，但三三太小了，在人群中很难看到周遭的景象。小姐忽然在三三身边蹲下身子，乖乖，上来，骑上来。当三三骑上萧杰脖子上的时候，安中都愣了好一会儿。他简直不敢相信，若是以前，打死他都不会信还有人胆敢骑在殿下的头上。但现在殿下不但让人骑在他脖子上，还宠得不得了，简直让他以为自己出现幻觉了。糖葫芦想吃吗？他把三三放了下来，在这里等我一会儿。前面人太挤，带着三三过去不方便。这是你掉的？少年在眼前的小女孩抬起头时也微微的愣了片刻，心中忽然升起了一种恶趣味。他故意将手里的小面具提高。我怎么知道这是你的呢？那你要是想要拿回去的话，就自己来拿。他故意把东西拿高，想让三三踮脚来拿。他就想看看这个小家伙踮脚拿不到后来求他的模样，那种可怜兮兮的模样肯定可爱的不得了。给我。我说了，你要是自己拿到了就还给你。好。突然三三飞身而起，那只迈出的脚也瞬间踢了出去。三三摊开手，掌心接下落到手里的面具。歧视身高什么的，最讨厌了。三三，怎么了？主子，你没事吧？旋即将手中买回来的糖葫芦递到了三三面前，而另外一边，什么丫头啊，怎么这么凶啊？九州大陆竟然还有这种几岁便修为深厚的丫头，可真是稀奇啊！这是从小被喂着仙丹长大的吧？这小丫头还真往死里踹啊！三三含了一颗糖葫芦进嘴里，小脸儿顿时鼓了起来，一动一动的就像只小仓鼠。他懵懵的眨了一下眼睛，发现大家都在看他。难道他们也想吃？子期要吃吗？吃。小杰像是还没反应过来。吃吧。小杰看着那串糖葫芦，他突然有点无所适从，但他还是半蹲了下来。原来乖乖喜欢吃这种酸酸甜甜的东西。小月，安中。不用了，三小姐，属下不吃。
主子，奴婢也不吃。三三，若是他们想吃的话，会自己去买的。白三三点了点头，便随着他们继续逛起了灯饰。而燕川此时正在醉仙楼好酒美人陪着。这位公子有钱吗？不知道，还没见他给小费呢。这公子一来，便将楼里最漂亮的姑娘喊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个金主。以前也没见他来过，就怕是个小白脸进来白嫖的。那我去问问。老鸨悄声在龟公面前凑了几句，龟公点点头。好啊，原来你这臭小子还真是来白嫖的，想不到长得倒是人模人样的，竟有胆子干这种勾当。谁说老夫白嫖的？老夫不是给了钱吗？就这2张？你当打发乞丐呢？就你这点钱，连我们这儿一个最便宜的姑娘都够不上，还敢把我们楼里的头牌都叫来，真是吃了豹子胆。小娘子啊，你看你长得如花似玉的，就不要这么生气了啊！生气多不好啊，会长皱纹的。你这臭小子，少在这里油嘴滑舌。所以您看您，要不就大人有大量，算了。算了？什么算了？白嫖还敢跟老娘算了？看你还有几分姿色，你就在这里给老娘打工还债吧。正好咱们楼里还差几个小官，看你这姿色能抵好几个了。来人，给我抓起来！快抓住他，别让他跑了！站住！有本事嫖，有本事你别跑啊！站住！哇！你们这些傻子，背包里去吧！哇！大佬，快跑啊！后面有母老虎！说完，燕川三又狂奔了起来。萧杰一搂就把三三抱在了怀里，足尖一点，便迅速飞离此地。四月和安中立刻转身就跑，丝毫不带犹豫。等后面打手们终于累得追不上了，才都停了下来。这些人不讲武德，竟然还会飞！就是，可那几个人跑什么呀？我们又追不上他们。哼，这些没用的人，追这么会儿就不追了。果然人类都是喜欢放弃的物种。燕公子，你跑什么？没什么，就是他们看老子长得帅，所以想把我留下当妓男。妓男？不会是我以为的那个意思吧？是在人家那里玩了，没给钱吧？你竟然抱他，他可是神呢，怎么能随随便便让愚蠢的凡人抱呢？你快把他放下来，否则别怪老子不客气。不客气？那我倒要看看你想怎么不客气。话落，陨星瞬间出现在他手中，这啥玩意儿啊？也不像是神器啊，怎么让他害怕的很？你们要打架吗？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个男人深浅，也不知道什么来历，但看白大佬好像跟他关系很不错，是他要打我。若不是这位燕公子跟白三小姐关系特殊，看殿下这样子，已经想上去砍人了吧？天色已晚，找间客栈休息休息，明日启程。是爷。燕公子，嘿嘿，小月月，还是你好。燕公子留在主子身边，还是消停点的好，毕竟主子还小。说完，也转身跟上了。小什么小啊？小就能自降身份，随随便便让人抱了吗？懒成这样，这个时候怎么不让他当坐骑了？他心思一动，瞬间化作一道流光飞进了三三身体。小姐往前走的步子忽然一顿。小川与我是血气，我死他亡，他亡我伤。血气？他现在觉得看这条龙越发不顺眼了。小川是好龙，你不要欺负他。在灵智空间中的燕川嘴角止不住的上扬。好，老爷，是战王殿下送来的消息，千里加急。什么消息？老爷，您看看，奴才也不知道，只是说很着急。当他打开这封信，看到上面内容的时候，神色陡变。找到了！香叔，三三找到了呀！三小姐找到了。紧接着，香叔像是被触发了什么按钮一样，忽然冲了出去，开始喊了起来：三小姐找到了！三小姐找到了！三小姐找到了呀！香叔是疯了吗？他立刻招来一个下人，快，速速将这封信送到大少爷手中。是，老爷。而此时同样热闹的还有国公府。我的三儿宝贝呀，终于找到了，人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哎呀，是啊，只要人没事就好。若是战王殿下能将三儿平安无事带回来，我就不计较指婚这事儿了。嫁给他就嫁给他吧，只要三儿好好的就好。原本听到三三找到了的消息，正一脸开心的宋燕脸色顿时僵住了。宋燕不发一言，转身便离开了。燕儿怎么了这是？当初啊，各位叔叔婶婶们就不该开那个玩笑，弟弟早就当真了。这孩子，我是他娘亲，也最是了解他。燕儿一直认为
若不是战王殿下突然出来横刀夺爱，在爹爹当时的力争之下，三三是会嫁回咱们宋家来的。这孩子这2年也一直都在为这事怄气呢。让你们当初随便开玩笑，我这孙儿要是以后终生不娶了，我看你们怎么办？哪有那么严重？你别忘了，三儿才多大，燕儿当时年纪也还小，过段时间就把这事儿忘了。三儿今年可8岁了，若是再过几年呢，女子13便可出嫁，更别说2人还是青梅竹马，万一燕儿放不下怎么办？希望像爹爹所说的那样吧，就怕这孩子性子倔，就看上三三了。你说朕难道不重要吗？为什么朕不是第一个知道的？陛下殿下也是考虑到那相爷思女心切，国公大人对外孙女儿的挂念吧。白家小三儿找到了便好，也不知这2年在外面怎么过的。唉，到底是个孩子。如今子期恐怕已经到天启了，灵儿他们已经也到了。二公主今日便已到天启城了，正在等候战王殿下。天启想与我夏朝和亲，以结下边境100年互不相犯之约，可朕却觉得以天启的行事做派，恐怕另有图谋，让子期跟着去，朕也放心。福公公张了张嘴，似乎欲言又止。你想说什么便说吧，你也跟了朕20几年了，朕也想听听你到底想说什么。陛下，如今战王殿下如日中天，即使殿下对您对夏朝忠心耿耿，可未来若是太子殿下未来储君对战王殿下起疑，甚至有所不满，岂不是？朕这2年来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若子期是朕亲生的，你认为在朕的一众子嗣中还有谁？文韬武略，可有谁能比得上他？无人能及。是啊，无人能及，这天下也不见得有人能及呀。福公公抬眸看了一眼下地，本以为会看到属于帝王的那份野心，却没看到从陛下眼中所看到的竟只有欣赏和艳羡。或许当一个人如是真的强大而优秀到了一定地步，是当真只会让人产生欣赏吧。就像他在太子殿下的身上，也从未看到过对战王殿下的嫉妒，只有羡慕。对了，快去永和宫一趟，把白家小三找到的事情告诉太后。遵命。喂，小子，你跟我家白大佬什么关系啊？三三是我妹妹。原来是妹妹呀。听到这几个字，他对这个人敌意也没那么重了，但还是觉得心里不舒服。大佬堂堂一名威震千界八荒的神女，这男人有什么资格当大佬哥哥？爷，三小姐，天启城到了。哎呀，好气派呀！天启好战，所以主城修建的亦是易守难攻，高城深池，就像是一个铁桶，刀枪不入。若是子期能打下来吗？若是我能，我答应过小月，会替他灭了天启。好。在经过一番盘问之后，他们便进入了天启内城。这城里怎么这么多鲛人呢？天启城中大多王公贵族，鲛人虽举国为奴，但因为鲛族人数稀少，所以变成了奴隶市场中最炙手可热的香饽饽。而大多的王公贵族都喜欢以买下鲛族的奴隶来彰显自己的有钱有势的地位。鲛族过人的容貌和天生的歌喉以及善舞的能力，都成为了贵族们对鲛族奴隶趋之若鹜的缘由。可这些能力从前却是他们自保杀人的能力。这个我知道，鲛人一族天生貌美，能歌善舞，心高气傲，自认为是得天眷顾，被上天偏爱的一族。而容貌、声音和舞蹈都是他们自保的能力。容貌可蛊惑人心，声音可产生音域进行攻击，舞蹈可令人产生幻想。但其实他们的这种能力也未必非得以这种形式化的东西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其实鲛族本身是拥有蛊惑人心之术以及幻术的，而越是强大的鲛人，幻术便越是厉害。强大的幻术可制造一座城池，让人生生世世被困在其中，不得投胎，不得转世，亦无法出来。哎呀，所以鲛族从前还是很强大的，现在竟然变成这个样子，想想也是丢人的。小月月有这个能力吗？有。燕川有点意外，竟然有。不过想想也正常，既然都跟着白大佬了，还有什么是不能有的？太安逸了，也非一件好事。鲛族本就不该入凡世。小脑袋瓜子一天想那么多做什么？我头发会乱的。就在这个时候，前方传来一阵嘈杂，
是大将军，快让开！四月也把马车架到了旁边，给那对铁骑让道。为首的穿着盔甲的男人稀冷的目光扫了眼这辆马车，没有丝毫留恋地移开了目光，继续离开了此地。而那一眼却让四月浑身冰冷，眼珠也在顷刻之间变成了蓝色。是他。谁呀？天启镇国大将军司马东西。三三唇也微不可见地动了一下。司马家族乃武将世家，且野心重重，欲东征西战，以为扩充天启的山河。这名字也是取于此处。天启几乎所有的征战都是由司马家族率领，而司马东西便是如今司马家族地位最高的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此人生性好战，嗜杀残忍，几乎每一次征战都会屠一座城，以威震四方，彰显其威风。灭交国便是由他率领。他麾下铁骑并非是寻常的马匹，而是同魔兽混交的烈马，生性同样凶残。若是遇到了普通马匹，由于种族的压制，这还未打仗，马匹便已经先被吓退了。那不就是杂种吗？小姐淡淡嗯了一声。司马东西，此名甚是符合他呀。好大的排场，竟然让我让路，如此嚣张，下次收拾他。对，太嚣张了，司马东西。小姐很快便明白了，应该是因为司马东西是灭了角国的人吧，如今恐怕已被三三记在小本本上了。小爷，您终于来了，卑职早已恭候多时了，二公主也已经等您很久了。可有与天启交接？回少爷，前日我们才到天启，因为知道您要来，所以我们便说公主殿下舟车劳顿，需要休息，待休息2日之后再行商议与天启接见之事，所以我们便包下了这间客栈，让公主殿下暂时在此休息，恭候您的到来。不过客栈的周围也有天启的眼线，咱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天启的眼睛之下，殿下您来恐怕也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这都是什么菜？本公主就没吃过这种东西，给我拿走！公主殿下，奴婢这就去给您重新做。公主殿下吃不惯天启的食物，我们也没有带自己的厨子，加上本就对和亲一事有些抵触，所以都给我滚！一群没用的东西，连伺候人都伺候不好，一天给我吃的是什么东西？我父皇派你们来就是让你们来当废物的吗？信不信本公主把你们1个2个全都刺死？这女人好凶啊！她生得如此美貌，可不能被这种凶巴巴的坏女人给盯上了。浪费！战王兄，听闻二公主殿下吃不惯天启的食物？不是，只是这口味我不太喜欢。战王兄误会了，是你们已经下去重新做了。既然如此，二公主不喜吃食物，也不要随意扔到地上好，赏赐给下人也总好过浪费这一桌子的食物啊。您说是吗？是，陈梅知道了。如此便不打扰二公主了，我等刚到便先下去休息了。这般娇弱的身子哪里能受这种舟车劳顿，必是要让这丫头好好休息一番才好。本公主不想和亲，不想嫁天启的帝王。二公主只要做好您自己该做的事即可。她不满地咬紧了粉唇，她才不想嫁给天启帝王，肯定是个又丑又凶，比战王兄还要可怕的老男人。和亲？天启在几个月之前提出以和亲结下2国秦晋之好，签订100年互不相犯的盟约，这二公主段林便是和亲之人选。原来如此，这样不好。若是想打他，岂不是很麻烦？三三说的对，的确，所以天启也是这么想的。以天启这种好战国是不可能真的签订这种盟约的，即便是签订了，也会有别的打算。小姐给三三安排好房间之后，才暂时离开。殿下，公主已到2日，除了第1日天启派人前来询问一下，我们说休息2日之后便无人再来了。我们要派人去跟天启这边的负责人接触一下吗？好好休息，难道不舒服吗？在他们没有来人迎亲之前，只管在此地休息，其他的不必理会。是，夏朝乃大国，自是要有大国的风范，且哪有女方主动的道理？是，卑职明白了。可知天启负责和亲一事的人是谁？回殿下，是天启镇国大将军司马烈大将军，是他。大将军府。现在倒是听话。而看着男子依然没有说话，一脚将这孱弱貌美的男子踹到了地上。将军功力深厚，不愧是将军。大将军！侍卫看到地上的人，下意识多看了一眼，锦城抬眸，恰好和侍卫对视，唇角微微弯了一下，侍卫瞬间失神，痴痴地看着他。有何事？回将军，方才探子来报，夏朝二公主暂住客栈内，不久前来了几个人。什么人？不知，是3个男人，1个女子，1个孩子，其中1个男人戴着狮子面具，1个女人戴着面纱。应当是夏朝的人，但一行人还带个孩子，他便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了。若是萧姐，那便正好和这位夏朝战王过招了。让手底下的人时刻注意那个客栈的动静，尤其是刚来的那几个人。是。还有一事，
底下大臣询问将军什么时候去迎请夏朝公主最为妥当，还请大将军定夺。哼，迎请不过是一个和亲的棋子罢了，还要我亲自去迎请？让他们等着。是。侍卫恭敬领命，正要离开，慢着，将军。他刚回身，双眼便传来一阵剧痛，眼前也变成了一片黑暗。这样你就会明白，什么东西该看，什么东西不该看了。将军，小的错了，请将军饶命啊！下去吧。是将军不杀之恩。司马烈缓缓转身，看向了身后捡起了毛巾站在一旁的锦城。他缓缓走到了他面前。驯不服的狗东西，给我滚下去领100鞭刑。是。锦城是5年前被大将军从战败国交国的奴隶中带回来的，可他用了5年时间都没有将他驯服，那双眼睛根本满是不屑嘲弄。同他接触过多的人也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就连府中大将军的众多姬妾也都不敢跟锦城走近。这就是战王兄。你在看什么？给我闭嘴！你在偷看子期吗？子期也是您喊的吗？你算什么身份？也配喊战王兄的字？关你屁事！你……就在此时，萧杰的房门忽然打开，白三三目光从段林身上收了回来，迈着小步子踏了进去。段林也下意识上前了一步，可刚走一步，那门便砰的一声关上了。二公主在这里做什么？没，本公主就是路过王兄房间门口。在暗中疑惑的目光中，段林因为心虚也没有久留，转身就马上回了自己房间。白三三一进房间，便见到一少年背对着他，正在穿着长衫，直到萧杰将衣衫扣子系好，才缓缓转身。白三三目光看到紫气衣衫的扣子系错了一个，强迫症让他眉心轻拢了一下。方才在外面他欺负您了？错了。他看向三三说错了的那颗扣子，发现的确是自己扣错了，准备伸手换过来。可在他准备伸手自己弄的时候，三三忽然一只小手给他把这个扣子解开了。萧杰心中忽然一紧，立刻站了起来，这猛的一动让整件衣衫都开了，赤裸精壮的胸膛也暴露在了三三的眼前。乖，不许看。三三眼前忽然变成了一片黑暗，忽然眼前手掌挪开了，恢复视线后便只见到萧杰又转过身去了，兀自重新系着衣服。子期身材挺好的。三三切记，日后千万不可随意看男子的身体。三三是女孩子，男女有别，所以是不得与男子亲密接触，也不得看男子身体的。若是以后有男人在你面前脱衣裳，就闭上眼睛，不要看，或者一拳把他打到看不见的地方去，知道吗？白三三眨了一下眼睛，然后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刚刚那个人在看你。无碍，乖乖是来找我的。找吃的。小姐表示原来不是来找他的。我带你去。好。你方才在偷看子期洗澡吗？我没有，你别胡说。你凶什么？我就是问一下。方才见到的那个人真的是战王兄，难怪战王兄常常以面具示人，这般模样的长相，即便是男子恐怕都会忍不住心动吧。那个小丫头……忽然他神色微变，猛地一下想了起来，那丫头不是白家三小姐白三三吗？忽然他想起一件事儿，那小丫头如今可是战王兄未婚妻，难怪会被战王兄带在身边。白三三被萧杰带下楼吃饭，不多时段林也走下楼来了。战王兄，你们用膳怎的不喊我？萧杰淡淡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所以段林直接便被冷落了。他心有不甘，主动在白三三和萧杰之间的凳子上坐下。正好我也饿了，不知道战王兄介不介意我与你们一同用膳？你方才在偷看子期洗澡吗？我没有，你别胡说。你凶什么？我就是问一下。我哪有凶你？你有的。战王兄，我没有。二公主还是下桌比较好，因为这里并没有准备二公主的膳食，难不成二公主还要同一个孩子抢膳食不成？是战王兄。说完便不甘心地退下了。他不喜欢我。他不重要。等你吃饱之后，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什么地方？你先吃饱。好。凭什么？我可是公主，为什么她能吃我就不能吃？我堂堂公主怎么就不如那个臭丫头了？在宫中的时候便听他们常常提起白家小三儿，一个两个把她夸得跟什么似的，不就是个臭丫头吗？气死我了！未婚妻又怎么样？这么小，难不成战王兄还能把她如何不成？不行，我一定不能嫁给天启帝王，又老又丑的有什么好？看着都倒胃口。战王兄，
战王兄多好看啊，说是能嫁给战王兄。想到他看到的那一幕，脸颊又不自觉地红了起来。他立刻唤来了贴身丫鬟平儿。公主，什么事？段灵在丫鬟耳边轻声低语吩咐了几句，平儿瞳孔睁大了些。是，奴婢这就去办。不知殿下可还满意？萧洁也挽起了唇角，点了点头。敢问这位小公子，可是白大佬的哥哥？什么？他也不知道现在自己什么样儿，反正回来小月就开始给他重新梳头发换衣服了。你怎么老让他又牵又抱的？你可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呢。因为方便。萧洁表示这个答案让他有那么点儿扎心。那老夫也可以给你当坐骑啊，老夫可是龙啊，怎么也比一介凡人强吧？燕川说完，忽然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贱的，怎么开始上赶着给这个臭女人当坐骑了。小川现在越来越有当一只坐骑的觉悟了。老夫什么都没说。好好看着二公主，注意警戒，没有本殿的命令，不得轻举妄动。是，属下明白。暗中留守在客栈，便是4月一人驾马。你不听话是不是？不听话我就打死你！老子花大钱买你来伺候我，你知道什么是伺候我吗？哎呀，娇女啊！哇，李老汉，你竟然买得起娇女，也厉害呀！哎，就是，快告诉我们，娇女伺候起人来爽不爽啊？爽当然爽，可是这娘们不听话呀，就是欠调教，我正好好调教她呢，看老子不把这娘们打服为止。主子，去吧。得到允许，4月飞身便离开了马车。凡人真是这个世界上最脆弱又最阴险的生物，所以老子有时候把那些阴险的坏东西都吃进肚子里了，呸，吃进肚子还不消化呢。弱肉强食本就是如此，有些东西帮得了一时，却帮不了一世。子期说的对，但也许帮的这个忙，也会是改变这个人一生的契机。三觉得对吗？对。不多时，4月便回来了。主子，奴婢将那女子带到了远处，给了她一些银子，教了她隐藏身份的方法，去掉了她身上的奴隶印记，如此便不会有人轻易发现她是角族人的身份。好。你这个丫头倒是有个分寸，有脑子的。小月是个好女孩。我去问问。燕川控制不住地跑了出去。小月月，你现在心情怎么样？你生气吗？你愤怒吗？你想报仇吗？你想复国吗？你想把这里的人都宰了吗？都是水产，呸，都曾是水族，也算是一家人了。来啊，跟哥哥我说说嘛啊。三，他是不是至今还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应该很快就知道了。哎呦，你见出我肉里了！再多话，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有本事你别用媚术。谁让你好色？小姐嘴角淡淡的挽了起来，乐得看好戏。很快，马车便停在了天启城中一处十分繁华的街市中。凤鸣楼是天启城最大的交易所，最好的宝贝、上好的好货都会在这里进行交易买卖，也是天启贵族们最喜欢来的场所。哎呦，几位客官，不知是要买货呀，还是找个雅座？哎，是，几位这边来。哎，那不是那个很厉害的小丫头吗？这几个人是什么东西啊？你在看什么呢？看好看的东西。我倒是好奇啊，能让元缺大人觉得好看的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比起这个，那我更好奇，子君阁下不在自己的地方待着，跑来这个地方做什么？大千世界，哪里有美人与酒，哪里就有我在这里很奇怪吗？子君收回了目光，往白33的方向看了一眼，总觉得那孩子身上的气息有些熟悉呢。快开始了。开始什么？这里不仅仅会交易货物、珍品，还有鲛人。闻言，4月神色也变了一下。鲛国族人并不多，而且品貌姣好，所以一个鲛人在天启的价格并不便宜，平民是很难买得起鲛族人的。鲛人通常只是贵族的玩物，能买得起的通常都是其他贵族不要或者已经不值钱的，比如年老体衰的，比如一些用特殊手段得到的。而凤鸣楼之所以这么吸引天启贵族的原因，除了这里有许多的珍宝，亦或是低阶小零售之外，还有鲛人买卖。这里就是整个天启最大的鲛人买卖场所。让他们把脸抬起来，这样我们怎么挑啊？把脸抬起来。姐姐4月眉心紧拧。小月想做什么便去做，有我。是主子。那我呢？坐着。人家也想去吗？凤鸣楼中有修行者坐镇，4月贸然出手，可能会把他们引出来。无妨，有我在。你是什么人？什么人？杀你的人！你们当真想要为奴吗？鲛人们目光怔怔地看着他，然后一个接一个地站了起来。
臭丫头，竟敢在我们明凤楼捣乱，不想活了是吧？四月眸光森冷，手中长剑瞬间出鞘，寒芒乍现。紧接着，底下便传来一阵又一阵的惨叫声。可忽然，所有贵族们眼前所出现的却是一幅歌舞升平的场景。啊，幻术！教族幻术中最简单的惑术。而此时在幻术之下，铁笼中教族人已经趁乱被放了出去，所有人都像是没看到一样。除了和四月交手的打手看到了这一幕，可却无能为力。幻术倒是有点意思。原来那女子是鲛人。这栋楼里应当不止这些鲛人，既然已经乱了，不如趁此机会将凤鸣楼中所有鲛人一起放出去。看老夫干嘛？老夫又不是你的下人。小川，干嘛？去一下。哦。小姐紧握了一下想砍龙的手，忍住。什么人敢在我凤鸣楼捣乱？修行者。小月能杀。凤鸣楼背后所靠的是大将军府，那司马烈曾招揽了不少的修行者留在天启中，留在凤鸣楼的也不止这一个。没关系，我说了，小月想做什么都可以，有我在。三三想做什么都可以，有我在。年轻人还是不要想太多的好。小姐表示，三三这小脑瓜子里到底在想什么？白三三抬起小手，广袖轻轻挥了一下，便布下了一层结界。慢慢打，这些人的死活不重要，重要的是小月要打得爽。结界？那两个看戏的人也都诧异了一下。结界？而且还不是普通的结界。年纪小小便有这般本事，应当不是九州大陆的人吧？我看也不像，不过我知道这种软包包的小孩哭起来肯定很好玩。这人是不是有毛病？老想把人孩子给弄哭啊！报告大将军，凤鸣楼中有人闹事，还放出了大批的鲛人。你说什么？凤鸣楼中竟敢有人闹事？是大将军，小的也是刚得到消息，有个很厉害的女子，不知是何来历，一来便动手，而且还放走了今日交易的大批鲛人。派兵给我把逃跑的鲛人全都抓回来，若有不从者，五马分尸，悬于城门楼示众。是。其他人跟我走。大胆！好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可知这是什么地方？仗着有点修为，竟敢来这里撒野！白三三手里拿着的喝茶水的小杯盏停在了空中，而就在那几人朝四月逼过去之时，只听见一阵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紧接着是无数锋利的碎片飞向了那几个修行者，逼来的强大力量让他们根本没有反抗之力。主子，都怪奴婢学艺不精，还要劳烦主子亲自出手，以多欺少，该死！此地不宜久留，司马烈应该很快就到了。杀死这些人不会有什么事，被司马烈缠上的话就有些麻烦了。身子一动，便抱起三三飞身离开了这里。三三侧眸瞧了一盏油灯，轻抚了一下袖子，那盏油灯便倒下了地，顷刻之间便在原处燃起了火，并迅速蔓延至整个凤鸣楼。调皮！你们放火怎么不喊我一声？杀人放火老夫擅长啊。下次喊你。这还差不多。只要主子说一两句就哄好了。对，也就是主子，若是别人别说哄好了，恐怕反而还会起反作用。所以主子就是燕川克星吧？对了，老夫把凤鸣楼里的鲛族人都放走了，一个没剩下。好家伙，没想到就那个楼的地下竟然关了100来个鲛人呢。这么多鲛族人离开，势必会很显眼。虽然他们表面上看上去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但如此多长相出众的人聚集在一起，很容易被人识别出来是鲛族的人，而且每个人身上都烙有奴隶的印记，只怕很容易就会被发现。而以司马烈的性格，很快应该便会在城中搜寻鲛族，若是被他找到，那鲛族的下场只怕会更惨。那怎么办？那再回去把他们都杀了。好啊，走。倒也不必如此。白三三看向小杰，无辜大眼里带着一丝疑惑。小杰从腰间拿出一只哨子放在唇边，而眨眼间便有10几道身影出现在了他们面前。谷主，速去将天启城中逃出的鲛族找到，并带到安全的地方保护好他们。若遇到天启官兵追杀，杀无赦。是。等一下，把里面的丹药给他们吃，边说是好吃的，但那人却没有接。接着，是去。主子，那丹药我是不是吃过？那是复灵丹，万物皆有灵，而复灵丹便是用于激发一些物种本身所存在的灵气。当初小月使用的是我随手搓的，这个是升级版。
四月替族人谢过主子。三三一拂袖，便将四月拖了起来。怎么我就没有？吃醋了。如果按照三三方才所说的那般告诉骄族人，他们会吃吗？这话怎么听上去都像是诱骗吧？倒像是三三会上当。据说天启帝身边有一个最宠爱的妃子，叫于妃。传闻于妃长得倾国倾城，且独得恩宠的身份，且多次干政，以严峻的刑法坑害臣子，因此也引起了不少大臣们的不满，称其为妖妃，蛊惑帝王，意图祸乱朝纲。但这一切都被天启帝的铁血手段镇压下来，只要是进谏关于废妃、除掉于妃子的人，便会被遭到砍杀，悬于午门示众，以儆效尤。而这个于妃便是天启当朝礼部侍郎之女，但实际上却是有个不为人知的宫闱秘辛，而这个秘辛便是这个于妃实际上也是骄族人。骄族人？不错，天启帝王好美人，且手段雷厉，骄族呢容貌过人，会看上骄族的女子倒不是什么稀奇事，只是骄族在天启中身份卑贱，是不可能入得了登堂入室为妃的，即便帝王想，底下的大臣也不会同意，更会成为天启皇室的耻辱。所以天启便想到了一个办法。什么？他派人杀了礼部侍郎的千金，让这位骄族女子冒名顶替，正大光明地成为了天启的皇妃。骄族人除了情绪激动时眼珠子会变成蓝色，以及容貌过人之外，看上去和寻常人无异，所以于妃便如此居在宫中，但也没有什么人知道她是骄族人，即便知道的也是帝王的心腹，必不可能将此事外传。堂而皇之杀官员之女，并让战败亡国的奴隶冒名顶替，如此荒唐之举若是传出去，只怕整个天启都要动荡。那子期是如何知道？这泱泱九州，除非是我不想知道的事，而天启乃夏朝大敌，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啊。区区九州，那不下子期。闻言，萧杰和安中都为之一怔，四月也有点震惊，一个帝王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也不知那骄人究竟是谁？难道是被天启帝王驯服了吗？还是已经沉迷于荣华富贵、身份尊荣？而且天启帝怎么会容许一个骄族人在自己身边胡乱作为，甚至做出这些事情来呢？他更不明白，当年是司马东熄灭的骄国，他不可能看不出来虞姬骄人族的身份，又怎么会允许帝王身边有一个骄人存在，甚至还做了这么多祸乱之事？他百思不得其解。此事各中缘由究竟是如何，我也并不清楚，所以其中只怕是另有隐情。贵圈真乱。大部分骄族人已安排在城外，目前安全，丹药他们也已服下。奴婢替族人多谢殿下救命照拂之恩。无妨，既你是三三的人，又对三三忠心耿耿，那我帮衬也是应当的。小月，主子，你是你，他们是他们，你不必为他们言谢，也无需为他们求人。他们并非事事无你不可，莫要事事揽其责于本身。是，主子，奴婢先去厨房看看。在他离开之后，萧杰看着他的背影才缓缓开口：三三是不希望四月姑娘肩上过于沉重，是吗？白三三又抿了一口奶，没说话。三三所言是为了让四月姑娘不要为自己的族人而去承受过多的压力。三三是心疼四月姑娘三番几次的为同族人言谢，是吗？白三三眉心动了一下。三三心疼四月姑娘，却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可是国破家亡，同族受罪，产生怜惜之情，仇恨愤怒本便是人之常情。四月姑娘能隐忍至此，一世难得。万事皆不可以理智而言，冲动、愤怒、同族之义、残杀同胞之恨，都乃人之常情吗？若四月姑娘身负复国之重任，那么她所要做的便是亲赴天启，带领同族同胞们夺回交国。而四月姑娘出身恐怕不凡，若她的目的便就是复国，拯救同族呢？小月跟随我已有一段时日，且忠心耿耿，若她想复仇，我自会帮忙。在萧杰眼中，三三是个很聪明、通透、单纯的孩子，许多事看得太通透，但也正是因为这种通透，有的时候仿佛让他丧失了普通人的情感。在三三喝完了这杯奶之后，便在四月的伺候下回去休息了。三三便将今天在凤鸣楼中收刮回来的宝贝放了出来。这么多东西，主子是什么时候收起来的？看看有什么能用的，便拿去。是，主子。四月上去挑选了一个储物戒指。虽是劣质了些，倒也能装东西。日后找些材料，我再为你做个好的。谢主子。那燕川公子要分给他一些吗？耀川不喜欢的。或者说燕川是看不上这些品阶的东西，他喜欢的都是上品法宝或者宝贝。小月，主子，今日所言是我的不是。主子，他们杀了你的亲人和族人，你想复仇本就是天经地义之事，
若是小月选择复国之路，夺回属于你的东西，我也不会勉强你留在我身边。想做什么，去做便是。主子，是要赶我走吗？我不会赶你走，只是心中有结，恐生怨尤。四月说过，这一辈子都会跟在主子身边，即便主子赶我走，奴婢也不会走。四月说完，很久很久都没有再听到白三三的声音，均匀的呼吸声在房内响起，四月眼中却已是泪眼朦胧。过了不知道多久，四月才轻手轻脚的起来，将东西收拾了一下，上前去给他盖上了被子，才转身把门带上，离开了房间。四月姑娘，你这是怎么了？不是，说完就快步回了房间。这是怎么了？四月姑娘怎么哭了？三小姐看着也不像是会训斥人的主儿，平日里对四月姑娘也是宠着，真是奇了怪了。为什么呢？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可跟这个臭女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啊！难道她就是因为血气的原因就这么屈服了吗？当初若不是因为白纸抽了她的龙筋，让她重伤在身，她的北冥也不会被入侵。可恶啊！但她现在又偏偏对这个女人没有了恨意，也不讨厌她了。哎呀，可恶啊！哎呀，可恶啊！安中将自己所见到的如实禀报给了萧杰，虽有些诧异，但也在意料之中。殿下何出此言？莫非真是三小姐凶了四月姑娘？三三虽行事果断雷厉，却是秉性温绥，言语温和，更不会迁怒自己身边的人。那是，大抵是三三说了什么，而四月误会了吧？明日一早让厨子多做点好吃的。是，殿下。让王兄睡了吗？何事？夜深路重，灵儿特意为王兄熬了点汤，灵儿能进来吗？不能。可是没有可是。那灵儿便把汤放在这儿了。但段灵却没有走远，而是走到了拐角处便停了下来。此时萧杰房门一缕青烟缓缓从门框底下飘了进来，而床底下打坐的人仿佛根本没察觉一般，依然一动不动。半晌过后，房间门被轻手轻脚地推开，一道俏丽的身影小心钻进来。战王兄。但发现盘膝坐在床上的男人似乎并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他才松了口气。他走到戴着面具的男人面前，伸手想要摘下萧杰面上的狮子面具，可就在他的手即将触碰到面具的那一刹那，手腕陡然传来一阵剧痛。你想做什么？王兄。殿下，门口放了碗鸡汤，还有走过房门时属下闻到了迷药的味道。二公主。萧杰手一动，段灵便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摔倒在地。战王兄，臣们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看看战王兄睡得好不好。殿下，你门口的鸡汤里也被下了药，是欢香散。欢香散是催情药，他想做什么显而易见。二公主乃是即将出嫁之人，还请注意言行。战王兄，你我并非亲生，又有何不可？只要你愿娶我，带我回大夏，我段灵这一辈子便是你的人。我不想嫁给天启帝，我想回夏朝，我才不要嫁给那凶恶丑陋之人。我回去找母妃。安中。是。他摆了摆手，立刻便有2个下属进来，将二公主带回房间休息。是。段灵被带走之后，房间里才算安静下来。此事勿要传出去。是，殿下。尤其不要让三三知道。属下请的。那二公主便当今日之事没发生过。殿下，二公主是不是见过您的真容？是又如何？难怪了，属下随口问问。好了，收拾一下，下去吧。是。小月不高兴了。主子，您看，若是没有奴婢在您身边，便没有人替您做这些事了。主子身边需要人伺候，主子不会做很多事。若没有奴婢，也不会有人提早为主子准备温水，也不会有人为主子做这些琐事。小月，这是什么意思？收拾完毕，便有人来叫他们用早膳，主仆2人这才一前一后下去。哇，哎呀，今天好丰盛啊，这么多餐点呢。今日早膳是小月做的。原本我让安中吩咐厨子去做的，但是一大早四月便去厨房夺走了厨子的活。是奴婢做的，所以若是奴婢不在主子身边，便没人为主子做饭了。也不是谁都能清楚主子口味，有奴婢这般手艺的。今儿小月月是不是早上起来吃坏肚子了？脸色看上去怎么这么差呀？今日小月有点阴阳怪气，这是为何？好一个阴阳怪气，也只有白老大才能如此一本正经地问出这句话了。主子，莫要哭，谁欺负你了？就是谁欺负你了？告诉老夫，老夫去杀了他。你敢？燕川表示，他眨巴眨巴眼睛，他不懂啊，整啥呀这是？你欺负他了？白三三汪汪大眼，满是疑惑。
回主子，没人欺负奴婢，奴婢也只是告诉主子实话罢了，并非阴阳怪气，奴婢也不敢对主子不敬。主子记性不好，兴许就忘了昨晚上说过那话了。若是他提了，也许主子便想起来了。所以四月并未开口说出真话，他只是不想让主子赶他走。于他而言，主子比交国更重要。你这个年纪最是叛逆，心里也容易出现问题。若是心中有什么，与我言便是。白大佬还真是，不愧是白大佬啊。不过心理问题是什么问题？去吃饭吧。四月这才恭敬点点头，去另外一边的桌子用膳了。平日里若是萧杰不在，四月是与三三一桌的，但他在，四月便会自己到另外一边去用餐。也就只有燕川皮厚，不会在意这些世俗规矩，更不会管别人爽不爽，只要自己爽就够了。奇奇怪怪，小月月肯定有问题。白三三轻轻嗯了一声，但小月若是不与他说，他也不会多问。事出必有因，三三可以想想，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小月误会了？白三三疑惑，误会？赵王兄，这是陈妹特意为您做的银耳汤，您尝尝。昨晚是灵儿鲁莽了，也算是灵儿给战王兄赔不是。昨晚你们做什么了？什么都没有做。怎么可能呢？你俩是不是做什么羞羞的事了？什么都没做，瞎说什么呢你？再胡言乱语，本公主必让人长你的嘴。燕川面色微老，气了一声，懒得跟他计较。羞羞的事，别听他们乱说，什么事都没有。哦，本来以为他还能听到什么八卦呢。哎，看你的表情好像还有点失望啊。本王与三三用膳，不宜打扰，还请二公主移步。我乃大夏二公主，还不配和你们一桌用膳吗？这女的怎么磨磨唧唧的，要干嘛呀？不清楚。她好烦呢，我能打她吗？不方便。安中有眼力劲儿的立刻上前。二公主，请。是，战王兄。他攥紧了手里的小手帕，缓缓转身离开。乖乖，休听他们胡说，我和二公主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鬼才信呢，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有道理。什么时候才能让这家伙跟三三解除血气？整日在三三身边，不知道会把丫头带成什么样子，还总喜欢挑拨离间。三三，你相信我？三三有点纳闷，子期这是怎么了？但三三还是点了一下头，小姐这才松了口气。子期其实也还不算男人。这话听起来怎么怪怪的？大将军府，抬起头。京城一眼抬起了头。你的眼睛怎么不变成蓝色的了？回大将军，骄族的眼睛只有在情绪激动时才会变色。刚说完这句话，锦城的喉咙便突然一紧，而锦城的眼睛也逐渐变成了深邃漂亮的冰蓝色。果然还是蓝色的眼睛更诱人，现在比以前乖多了。我听说今日你在花园里同一个侍女说了好几句话，是吗？是。说了什么？问他外面发生什么事了。下次问我就行了。这个侍女话多，我已经让人把她舌头割了。好。他知道他不能说话，再多说一句，那个侍女便不只是割舌头了。告诉我，你跟宫里那位是什么关系？宫里？谁？我不是一直都在大将军府上吗？连个外人都见不到，怎么今天问起我跟别人的关系了？司马烈看着他半晌，像是在审视他到底有没有撒谎。过了一阵之后，才缓缓松开了手。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下去了。大将军早点休息。站住！我说过让你走了吗？哟，这不是大将军的爱奴锦城吗？九夫人，咱们还是去别的地方吧。怎么，这里不能来？公子，九夫人是前一段时间才进府的，所以对府内规矩还不是太熟悉。你一个男子，竟生得这般好看。你想活命的话，最好离我远一点。你一个奴隶，有何资格这么跟我说话？见这个奴隶不搭理自己，九夫人也越发恼怒了。你以为你仗着有几分姿色，大将军就垂怜你了？在这府里，我可是主子，你只是一个下贱奴隶。一个奴隶也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九夫人，我们回去吧。贱人，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锦城不言，只是嘴角挂起一丝凉薄的笑意。他耳朵动了动，似是听到了什么声音。他摘下了方才抚弄的一朵花，亲手缓缓地插在了九夫人的发髻上。你这是做什么？你怎么能？这朵花送给你，为你送葬。九夫人还没反应过来他这4个字的含义，人便立刻被身后的侍卫抓了起来。你们做什么？放开我！我是九夫人！放开！你们要造反吗？你还不走吗？是。什么时候这个地方的人才能死完呢？这几日夏朝公主使团在做什么？回大将军，这几天夏朝使团都在客栈内休息，偶尔那位戴面具的公子会带那个孩子出去转转，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客栈中。凤鸣楼失火那日呢？那日是出门了，
不过什么？跟丢了。跟丢了？是，将军，他们出门就把我们甩掉了。去查清楚他们那天做了什么，还有，问清楚凤鸣楼里的人那日大闹凤鸣楼的女子长得什么模样。是。若真是夏超所为，倒是给了我们一个开战的理由了。这其实小月很奇怪。我也觉得。醒了？那只臭蜥蜴的内丹难消化死了，害得我消化了好久。进阶了。主人，我现在可是11阶了，再跟臭蛇打架，指不定谁吃谁呢。有股熟悉的味道，好像在哪里闻到过。旋即只见一道白影掠过，从窗户飞了出去。白三三飞身落在一处高楼上。苏氏的城池可真是繁华呀。这个人好像有点眼熟，气息也有点熟悉。你老看着前面做什么？前面有什么好看的？多看看远方，对视力好。对视力好，这是个什么道理？两人一大一小就这么看着前方一动没动，仿佛跟比谁的定力好似的，站着看前方看了半个时辰。看这么久你不累吗？看这么久你不累吗？你不是说多看看远方对视力好吗？可是傻子才会看这么久。那你怎么看那么久啊？我在看你在看什么东西。什么你看我看的？哎，算了不管了，这小丫头就不正常。白三三觉得这人脑子有问题，所以挪开目光不想搭理他。小小年纪的还喝酒。他手中一动，三三腰间的小葫芦便咻的一声飞到了他手里。小丫头喝什么酒啊？酒这种东西可是我们这种大人喝的。仰面便倒了一口酒进嘴里。奶？我抢了一个小丫头的奶，而且还喝了。原本三三有点微恼，但看那人俊容扭曲的模样，就有点看戏的意味了。袁却立刻将手里的小葫芦还给了白三三。我抢了你的奶葫芦，你为何不哭啊？为何要哭？袁却看着他半晌，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他总不能说自己就想看他哭吧。忽的袁却身子一动，眨眼便消失在了三三眼前。主人，那个人的味道不是九州大陆的。我知道。就在三三准备离开的时候，那人又飞回来了。给你，刚喝了你的奶，给你赔的不是。你叫什么名字啊？师承何人？家住哪儿啊？几岁了？白三三，8岁，没有师傅，住在客栈。白三三，你这名字好生随便，没有师傅，大概是不想说吧。我叫袁缺，今年才250岁。250。这话怎么听起来怪怪的？好了，小孩，我还有事先走了，以后再来找你玩。若是我以后还在这个地方的话。旋即足尖一点，便飞离了这个地方。白三三看着他离开的方向，轻拢了下眉。灵界的人来九州大陆做什么？主人，那个人的灵魂味道好香的样子。我打不过他。小孩，快走啊！你还在这里做什么呀？马上天尾旗就要来巡视了。小师叔祖，这声音有点熟，好像是天玄门中弟子。他正要朝那边走过去，忽然空中响起了一阵怒喝：臭小孩，快让开！白三三回头，只见一行铁骑朝他的方向冲了过来，而为首的人却好似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想法。小师叔祖！那几人也大喝了一声，可因为隔得远，即便是飞也已经赶不上了。可忽然，就在那战马即将踏到他的一瞬间，从他身上忽地迸发出一声仿佛是来自洪荒远古的兽吼，雷霆叱咤，气势磅礴，如排山倒海般压向了他们。战马就在距离白三三只差半丈距离的时候，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所有的战马全都害怕地停下了，眼神恐惧，丝毫不敢动。白三三收回目光，准备迈步离开。站住！好大的胆子，竟敢拦我们天尾旗的去路！是你们挡路了。小儿胡言，敢挑衅天尾旗，信不信我现在便杀了你？这个人胆子还真大呀！小师叔祖打起架来，可是会把整座山都毁了的人，静观其变。边说他边往后退了一步，生怕万一等会儿打起来殃及池鱼。根据他们对这位小师叔祖的了解，一旦打起来是不会控制所波及的敌我范围的。不自量力！三三广袖一抚，一股强大力量顷刻之间便将那匹马击倒，翻滚在地上。你到底是什么人？白三三懒得回答，准备走。站住！给我拿下！是你要杀他，不管你们是什么人，敢在天启城里闹事，怕是活得不耐烦了。就在罗瑞说着人提刀朝他扑过来的时候，萧杰手腕翻转，从剑身幻化出的气刃瞬间朝他逼去。
罗瑞瞪大了眼睛，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并且没有了呼吸。罗大人，罗大人已经被斩首了，那个人的头其实已经断了，这是真杀人不见血啊！这样的剑法，这样的修为，高人啊！还有那把剑到底是什么来历？你可知你杀的是什么人？大将军不会放过你的！你到底是谁？大夏战王萧杰。大夏战王？听到这几个字，没有人再敢上前了。即便你是大夏战王，当街斩杀我天启天卫旗统领，亦是死罪。那你们可是要拿我治罪？把统领带回去。是。回去禀报大将军。小师叔祖，战王殿下。小师叔祖，这是怎么回事？天玄门的弟子们怎么会忽然叫三小师叔祖？此事说来话长，没想到师叔祖也在天启城。师叔祖不是要回夏朝吗？此事说来话长，先回客栈。那个战王殿下，小师叔祖被这么抱着，会不会不太好啊？怎么说，师叔祖也是他们天玄门目前除了师祖之外辈分最高的长辈了，这么就被人随随便便的抱着，很好，还好。正好我们才到天启，不如便跟师叔祖住在同一间客栈吧，也好相互有个照应。也好。二公主，战王殿下回来了，我看到了。公主不下去吗？本公主又不认识他们，本公主去做什么？再说了，他们也配见本公主吗？你说什么？大夏战王？是，他是这么说的。那人什么模样？戴着一张狮子面具，身量8尺，看不清长什么样。把尸体抬上来。是。很快，死去的罗瑞便被抬了进来。竟是其人所杀。当真不把我天启放在眼里。看来他是时候亲自去会一会这位战王了。还有，你说那小孩挥了挥袖子，就把战马摔倒了。是，属下亲眼所见。不过当时战王恐怕也在附近，所以一个几岁的孩子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定是萧杰在从中作梗，给我盯紧了大夏公主下榻的客栈。是。那大将军，萧杰当街杀死罗统领一事，此事本将军会禀报陛下。萧杰不是我们想动就能动的。是。在下属离开后，司马烈又召来一个府中的下人。大将军，锦城在做什么？和以前一样，在院子里修剪花花草草。知道了，下去吧。是。内院中，几个小妾正在窃窃私语。你们知道吗？前2天那个刚来的九夫人去锦城的院子了，然后被乱棍打死了。那个锦城也不知道给大将军灌了什么迷魂汤，一个奴隶罢了，怎么就招惹不得了？不是咱们招惹不得，那锦城可受了不少打，常常从刑堂里出来半死不活的，大将军也没少对他动手。这就奇怪了，明明大将军对锦城也不好啊，我都看到好几次锦城浑身都是伤了，那都是被打的，可为何其他人跟锦城说句话都不行？谁知道呢？都说骄族惑人，我估计就是这个锦城迷惑了大将军。嘘，我也觉得是这样，锦城和大将军之间好像还有那层关系。总之日后千万莫有招惹他，见到这个人就绕道而走，以后也不要再谈关于他的事儿了，若是被人听到，我们恐怕连命都没了。真希望哪天大将军把他杀了，省得一天让大家提心吊胆。嘘，可别再说了。墙外正好路过的锦城完完整整听完了他们的谈话，嘴角勾起了一丝鬼魅的弧度。他往前走了几步，召来一个下人。锦城，想活命吗？想。那你把他们刚刚所说的话告诉大将军听，至于说了什么，我会告诉你。是。每隔几年，我们天玄门便会下山来挑选弟子，所以这次我带着孙灵和甜甜下山，便是为了此事。孙灵和甜甜都缺乏历练，之前是惊风带着他们的，而惊风这段时间正在闭关修炼，所以便正好由我带他们下山见见世面。而天启国国君也提前来了信，与我们天玄门打了招呼，所以我们才会来到天启城。白三三明白了，他们就是招生办，洛平呢就是招生的老师，每隔几年就会下来招收一批学生，强大的修行者一人便可守一城，所以对于这些宗门出来挑选弟子，每个国家的帝王都十分热衷。我有一事不明，不知洛先生可否为在下解惑？战王殿下请说。为何洛先生会称三三为小师叔祖？因为小师叔祖是我们天玄门掌门师尊的小师叔，也是我天玄门祖师爷的干女儿。小师叔干女儿？不错，所以现在前辈已是我天玄门中人，也是我等的师叔祖，即便是掌门师尊见到师叔祖，也是需要尊称一声小师叔的。萧杰目光挪向了白三三。怎么了？三三如今的辈分很高。应该的。本来小金认我当干女儿，说到底还是小金占了便宜，以我真正的年岁，小金也只能算是我的晚辈，不过倒也无事，我并不在意这个。萧杰已经习惯了三三语出惊人了，只是宠溺笑了笑。小金在做什么？
祖师在您走之后也继续闭关了。如此也好。对了，小师叔祖不是要回夏朝吗？途中遇到了本王，正好本王需要来天启一趟，便带着小丫头一起过来了。同上。小师叔祖还真是简明扼要。寒暄互聊了几句之后，得知这个客栈是大夏公主的休憩之地的时候，洛平等人便起身告辞了。洛平此人是个忠厚之人，对我还不错，是个好人。那乖乖觉得我是好人吗？子期也是好人。你所言属实。奴才所言句句属实啊！来人！很快外面便有2名近身侍卫走了进来。将军，带人将今日在后院中嚼口舌的几位夫人带入军中，上赐给军中将士。是。还有，把锦城给我叫过来。至于你，带下去割了舌头。是。将军，不要啊！而在小厮被拖出去的时候，锦城刚好迈着步子走了进来。我只说过你能活命。你害我！将军，是他害我！锦城走到了司马烈面前。别在我面前耍那些小聪明，我要杀你轻而易举，你就是我的一条狗，我想什么时候杀了你就能什么时候杀了你，但你却是一条不听话的狗，不听话的狗是要受到惩罚的。你想要他们死，我可以满足你；你想要脱去奴籍，我也可以满足你。只要你求我，乖乖臣服于我，荣华富贵我都可以给你。被你杀死的亲人，我的族人，你也可以给我吗？还有我男人的尊严，你也可以还给我吗？这种眼神看得司马烈杀心骤起，他握紧了拳头，却始终没有动杀手。司马烈，你杀了我呀！你为什么不杀了我？你不杀了我，我迟早会杀了你，杀了这里所有的人。司马烈看着他，深吸了一口气，缓缓背过了身去。叫郎中开药。隐藏在暗处的护卫立刻去了，很快药便送了过来。司马烈便退了所有人，端着汤药走到了床边。司马烈坐下，开始亲自给锦城上药。而司马烈这样的行为，锦城早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个恨，他死不了，也不能死。今日为主子熬的鸡汤，殿下说主子还在长身体，要多补补。香浓的汤汁儿很合他的胃口，见主子喜欢，四月眼中也有一丝愉悦。主子，可没人像奴婢这样清楚您的喜好和胃口了。若是奴婢不在了，主子想喝鸡汤都没人做了。白三三放下汤碗，看向四月。四月别开眼睛，不敢跟三三对视。看着我。主子，小月是担心我不要你，那小月为何会觉得我不要你？主子先前不是说让奴婢离开主子去复国吗？你该知道，我从不强求于你，也不会强留任何人。或受，若你想要离开我身边，回到焦族，我亦不会阻拦。我知你焦族血统尊贵，恐乃皇室一脉，心中有抱负，对同族怜惜，有复仇血性，也乃人之常情。我只是告诉小月，若你想离开，我不会阻拦，也不会怪罪于你。可我不想离开主子，奴婢说过会一生一世追随主子，这一辈子这一生我都不会离开主子的，即便是主子赶我走，我也不会走的。那便留在我身边吧，不会赶你走。这般漂亮的脸，莫要再哭了。主子，他喜极而泣，但却听从三三的话，立刻把眼泪憋回去了。殿下，什么事？方才属下见四月姑娘从三小姐房间出来了，好像又哭了。哦，又哭了？是，属下见她出来便一直在擦眼泪，不过看上去好像很开心的样子。看来心结解开了。心结？好了，下去吧。是。准备一下，明日应当便要进宫了。是，属下这就去准备。我乃天启大将军麾下陈亮，奉陛下之命，特来迎接夏朝公主殿下。哎呀呀，没想到还能让天启大人主动来迎接我和亲使团呐，真是辛苦了。哼，这天启还想给他们夏朝下马威，现在可知道是谁先上门了吧？想把他们晾在这儿，终于自己沉不住气了吧？可不是，我们使团反正也在这儿休憩的一段时间，着什么急呀？不如这位大人坐下，陪我们一起推推牌九啊。无事一身轻啊，
这几日我们休息得很是舒服，这位大人要不要回去说说，再等几日？本大人奉命行事。今日陛下以设宴款待夏朝和亲使团，还请各位准备一下，随本大人入宫。还有，陛下听闻贵朝战王殿下也在，我朝陛下对天启战王慕名已久，还请战王殿下也一同前去。这人好吵啊，要不要我下去把他打死？二公主在做什么？二公主在房间内，听说对进宫一事十分抗拒，让二公主准备进宫。是，那小子让你去你就去啊，真没出息。小杰懒得搭理他。乖乖，想去天启皇宫玩玩吗？天启皇宫，好。把这杯奶喝完，我便带你去玩玩。陈亮在楼下等着，足足等了2个时辰。就在萧杰准备带着白珊珊下去的时候，白珊珊发现燕川竟然没跟上来。小川不去吗？老夫可没说要去。那你等我回来。燕川哦了一声，然后翘着二郎腿躺了下去。萧杰看了一眼燕川，也没说什么，这才带着白珊珊下去了。我察觉到附近似乎有外界高手，我去查查看。你别忘了，你当初是怎么死的？我怕是来找你麻烦的。还有啊，别忘了我提醒你的，别随便跟人家说你还活着，咱俩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要是死了，我可也得死。走到楼下的时候，白珊珊忽然抬起头看向了楼上，燕川别开脸，就好像刚刚自己什么都没说似的。说就说，笑什么笑？别冲着老子笑，听到没？殿下，三小姐。后面段林也在侍女们的簇拥下走下来了，陈亮这才松了口气。他们想杀了你吧？三三何出此言？按理来说想杀了你，因为你当街杀了他们的人。三三说的对，他们是想杀了我，但是他们杀不了。其实这一次陛下之所以派我来，是让我来看看和亲使团，以免被天启动手脚。天启想对夏朝出兵已久，只是暂时碍于我以及没有出兵的借口，所以一直不敢有所动作。天启想要成为九州霸主，当然会想要杀了我。不过天启虽然看似牢不可破，可实际上……姚杰话说了半句，本想勾起三三的好奇心，但三三似乎对这种事并不感兴趣，而是看向了外面。那是天启皇宫的镇国之宝天玉珠，据说天玉乃神物，通体晶透，外物皆不可靠近，必毒驱邪，且通体发光，永远都不会陨熄。从天启建国以前，此珠便一直存在，且一直都发着光。也是因为这颗天玉珠，天启才将王城建立在此地，且专门为此珠修了一座楼。在天启国的眼中，此珠便代表着天启国的国运，如此珠长明，则代表天启将会国运昌盛。那若是别人把那颗珠子拿了呢？时至今日啊，还未有人将那颗珠子拿下来过。即便是归真期的修行者，靠近3丈开外都会被冻成冰块，即便是天启皇室，也从未有人接近过。不过倒是很多人都想要得到这颗珠子，也不知这珠子有何用，前赴后继想要来盗取的人倒是挺多的。大概是因为盲目跟风。盲目跟风，忽然觉得还颇有道理，仔细想来也的确是如此。萧杰心里有种预感，总觉得三三好像想对那颗珠子做点什么。夏朝战王二公主到。见过天启陛下。眼前英俊一身帝王气的男人真的是天启帝？这看上去年纪并不大，除了眉宇间有一丝疲态之外，一点都不显老，而且看上去也不凶。虽然比不上我惊鸿一瞥的战王兄那般俊美，可也是难得一见的美男子，和我想象中长相凶恶的老男人一点都不像。这便是我未来要嫁的夫君吗？灵儿见过陛下。各位远道而来，便是客人，一路风尘，坐下再说吧。段灵作为夏朝二公主，也单独坐到了一边。她悄悄抬了下头，便见到了天启帝身边的女子。这女子长得这般勾人，连这种时候都黏在天启陛下的身边，穿的还那么少，肯定不是什么好女人。若是自己进了宫，这狐狸精岂不是要跟自己争宠？他脑海里立刻回忆了一下母妃教自己的宫斗法子，已经开始算计了起来。三三双手直接捧起一杯酒，想要先尝尝。烈酒伤身。烈酒不喝，喝多了要打拳，容易伤了自己人。没想到主子竟然会听战王殿下的话，莫非真是跟战王殿下在一起久了，潜移默化受影响了？久闻战王殿下大名，今日一见，果真是非同凡响，便不知道战王殿下为何总是戴着面具，莫非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既然都是我，那戴不戴面具又有何妨？那又为何要戴？本王喜欢。哈哈，司马将军也是好奇，还请战王殿下勿要见怪。寡人瞧着战王殿下对这孩子甚是上心，不知这位小姑娘是大夏丞相之女白家三小姐。陛下，臣妾瞧这个小姑娘甚是讨喜，不如陛下将这个小姑娘留下来，以后就留在宫里陪陪臣妾嘛。此言出来，所有天启大臣脸色都有点难看。
萧杰面色也微微变了一下，脸廓凝朗。四月皱了下眉，眼底也沉了几分。陛下，您说呢？反正臣妾身旁也没个孩子，留个孩子在臣妾身边，也好陪臣妾说说话，不是？妖妃果然是妖妃，想要个孩子又去抢别人家的孩子来陪自己，还这般蛊惑帝王。若是自己本朝的孩子，喜欢要了去也就罢了。这可是大夏朝的丞相之女啊，又是战王殿下带在身边的，这不是在挑起两国的矛盾吗？这个女人真不会说话，不就凭借着一点姿色才得到皇帝的宠爱吗？这种女人以色弑君又不会说话，这样的女人是根本当不了皇后的。要是我的话，我才不会说这样的话呢。像我这样懂事的，肯定更能得到男人的喜欢。我这样的才适合当皇后，母仪天下呢。